这玩意儿怎么又出现了？让它消失。你看听你耳说什么了吗？他想要个小弟弟小妹妹。钟钟就是随便说那么一句，开玩笑呢。这怎么能是开玩笑呢？真要孩子，那也得好好跟钟钟谈谈，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知道吗？那我现在就找他问问去。哎，孩子睡觉了是吗？那我明天去，反正这事儿你是逃不过去的。哎，你这一出的，你能不能控制自己脾气啊？要孩子这事儿得从长计议啊。大哥，还从长计议呢？这都多少年了？你今天就把话给我说清楚，是不是只要钟钟同意，咱俩这孩子就可以要了？要是钟钟同意，那咱就要。真的啊？我答应你啊，这次是真的。老公。哎呀！哎，但是生孩子这事儿咱可得慎重啊。你看啊，我这年纪了，啊，你也不小了。真要生孩子啊，那公司这边操心忙活你就别管了，好好在家啊养生，准备怀孕，好不好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为你好啊？是吗？我怎么听着像说，我要想要孩子，就不可能要公司股份，我两个事儿只能选一个呢？不是，我是说，你说你到公司去折腾啊，那么辛苦，和要孩子这俩事儿哪个重要啊？要孩子重要吧，对不对？咱们得保证顺利的、安安全全让这孩子来到这世上，对不对？那我不要孩子了，你把公司股份给我吧，行吗？不是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不行是吧？怕钟钟有意见是假，看不上我，不想跟我要孩子，怕我分你家财产是真吧？你不但吝啬，你还虚伪。哎，你说话这么难听干嘛？你做事儿更难看。这么多年咱们没有孩子，你妈着急，你跟你妈说什么？你说是我的问题。后来你创业，你妈妈不愿意，她骂你，你又跟你妈妈说是我李曼撺掇的，你这些锅我都可以替你背，我替你忙前忙后。现在公司终于起来了，我就跟你家要那么一点点小的股份，你都不肯，你又跟我说什么？说是你妈妈不肯给我。我现在弄明白了，根本不是，就是你让我李曼在这个家里外不是人，还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干嘛把我想的那么阴险呢？因为你就是这么阴险，你连边亮都不如，人家边亮跟付金童离婚，还把所有财产都给人家呢。你给我李曼什么？你给我什么了？哎，李曼，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应该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，啊？哎，你说李曼，这些年我让你缺过什么？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吧，对不对？你拍着自己良心，你想想。真不是个男人啊！你守着钱自己过吧。你俩就不能有个好吗？怎么又把别人给气走了？哎，你别管了啊！你拿手机是不是？对。赶紧上去睡觉吧啊！啊。哎，他离婚那事儿你知道吗？哎，说人家不说这事儿，你。对啊。哎，华哥。哎，我刚才看你脸色不是特别好，
新做的这个红豆沙双皮奶。谢谢。人家华哥啊，就比你们俩都绅士，都体贴。嘿，这怎么又绕我身上了？华哥那事儿你知道吗？什么事儿？华哥以前啊是个船王，亿万富翁呢，是吧？听起来跟神话似的。这要是那天没听他说，要是真不敢相信。你说在一块儿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这算是叫历尽千帆，然后返璞归真了吧？这是。华哥这辈子呀，算是千山万水都越过去了，哎。而咱们呀，还都是身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呢。这事儿我一点都不惊讶，他一看就是有故事的男人。我这几座大山呀，我是真不知道怎么越过去。你说物流公司啊？你说我开始啊创业弄这物流公司，为什么？我不就是想摆脱我们家对我这束缚？可是现在吧，公司是成立了，也都运作起来了，不断的往里砸钱呀。反而我倒觉得，这于季对我这约束啊，这小绳勒得它越来越紧了，我倒摆脱不了。你说我的天哪，我怎么？你这属于叫，在我们听起来叫凡尔赛，你知道吧？这就行了。你既然人家哪个创业公司说一创就成，你这想法初衷就不对，你知道？哪个不都熬几年？你这还算行了，有余气给你保着本儿，保持正常的运营，慢慢来呗，急什么？你说你也是啊，我开始说让你跟我一块儿来创业，是吧？如果你来了，可能现在局面就不是这样了。你想想，你们家里边那多少菩萨神仙在这供着呢？你说话都不好使，你觉得我去了我能干啥？哎呀，接着诉吧，还有其他的大山呢？还有一座大山。妈妈，姐，我知道这么晚来找你特别不合适，我可以住宾馆，但是我就只想来找你。你怎么了？我今天晚上住这儿行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来，你先坐下。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怎么还抱着酒呢？别喝了吧。别喝。我跟你公吵架了。哦，吵架？你们不是经常吵架的吗？这次是怎么了？姐，你觉得余光爱我吗？曼曼，我病了，你可别病啊！你可别犯糊涂。余光当然爱你了，怎么会不爱你呢？他爱我，他爱我，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吝啬？他为什么不把我当一家人？他为什么不给我想要的？他对你还吝啬呀？随便让你花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不是，我是想说，那个，你看，他们家确实跟我们普通家庭不一样，对吧？7大姑8大姨，又是上市，家里那么一大摊子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物质的东西太多了，可能就把你们情感的东西给削弱了。还有就是，我总觉得人跟人之间是相互的。你觉得他是那样的人，那他可能也觉得你是那样的。我哪样啊？我物质。我知道所有人都觉得我李曼又自私又物质，只爱钱。不是，再说，
我当时嫁给余光的时候，我是真的爱他。是吗？我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特别的安全。我从此终于不再为任何事情发愁，我终于可以好好的生活了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把日子过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什么都掌控不了，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我感觉我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扫地出门。不会，我害怕。哎呀，妈妈，那个酒别喝了吧，都是酒给闹的，我觉得。你别哭，我跟你说啊，曼曼，我觉得吧，你看你刚开始是跟他要钱，后来你又跟他要股份，又要家产，又要孩子，你，如果这些东西都得到了，你就有安全感了吗？要是这些东西都得到了，你还是没有安全感，那你还要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就想要余光，我就想要余光能够像冰亮那样爱你，我想要他全心全意的爱我。嗨，那就简单了，我觉得他还是全心全意的爱你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他特别爱你。姐，我以前不觉得，我现在觉得你这个家特别的温馨，什么都有。颜亮也特别靠谱，其实特别的爱你，特别爱他，对吧？那就生呗，把你那错心理工具都扔了。你说的简单，真的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又会是什么样？啊？李曼催着生孩子，生完这孩子，他就想要点公司里边的股份，他要了这公司的股份，我妈就能知，啊，我妈跟李曼之间的关系你我不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李曼的想法我能理解，对吧？他从小呢家里边就天天都是追债的人，堵门口，对吧？他想要一个这个物质方面的保证，这我都能理解。可是真的生了这孩子，那将来这不就又乱套了吗？絮絮叨叨的，你有完没完？你们家是有王位要继承的，人家想跟你生个孩子，这有错吗？你要不想跟人家生孩子，你当初别娶人家呀。不是。我没有我不就是说这个事儿吗？你就整天在这抱怨，一个大男人跟个怨妇一样，怨天怨地的。你不想开创业公司，你给他关了呀；你不想跟人生孩子，你离婚不就完了吗？不是我就是说我现在这罗圈账嘛，我有点绕不出来了。你知道生孩子对于很多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家庭的完整，意味着人生的完整。他想跟你生个孩子有什么错？以前你老拿着钟钟说事儿，可是现在李曼跟钟钟关系好着呢，你为什么还不跟他生孩子？你是个男人吗？谁家没有点困难事儿啊？你有资格怨天怨地吗？你经历过什么大事儿？经历过什么坎儿啊？你有资格抱怨吗？我不是目前的情况，行，别说了，你这还行，人跟你说了个通常话，你就认真听着吧。还有你，一天到晚就会当我好人，在这和稀泥，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你最可气。你别这样一脸无辜、百口莫辩的看着我。是你都对，你都委屈，都是别人的错，你一点错都没有，是吧？你今天离了婚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全都是别人的错吗？你想过没有？
他今儿是喝错了。对不起，领导，我不知道你离婚了，家里还出了那么多事儿。我光顾着一个劲儿的找您帮我忙，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。这倒没有。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？反正就知道了呗。您是不是特别难过啊？我憔悴吗？嗯。您之前什么样啊？每天都精神利落的。您看您现在。我之前精神，那大概是因为心疼吧。我其实本来挺糙的，一直都挺糙的。您还很爱他吧？为什么非要离婚呢？会不会是他误会什么了？不会是我影响的吧？领导，这样，您带我去见嫂子，我来跟她解释清楚。没有，跟你没关系，真的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您别误会，我真的只是单纯的想帮您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去。哎，嫂嫂，婚姻这事儿啊，你以后会明白的。它不是有因为了就会有所以。反正跟你没关系，你放心啊。您家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您帮了我这么多的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帮到您了。很好了，这样的时候你能过来看看我，我已经很感谢了，真的。领导，我觉得吧，其实感情这个东西，还有婚姻，它都是分阶段的。虽然现在离婚了，但不代表之后不能复合啊。但是您不能这么颓着，要打起精神来，不能放弃。您就当是借我吉言呗，得加油再加油。行，我就借你吉言，我们都加油。妈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小芳，来，妈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想，我想咱们俩搬回外婆的老房子住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住在哪儿不是住啊？只要能跟你住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好孩子，去吧。那个妈，你跟我爸商量了吗？我会跟他商量的，他会同意的。那你早点休息。卖了？为什么呀？这房子本来就是你买的，离婚的时候你把它给了我，
可是现在每个月的房贷都是你在还，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不公平，也不合适啊。这不是问题，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。不是问题吗？这房子每个月的房贷这么高，对你来说肯定是不小的负担吧？其实它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。现在就我跟小芳2个人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，我觉得其实挺浪费的。而且每天她上学去了，就我一个人在这空空荡荡的房子里。我们一起在这儿生活了也不少时间了，我抬头转眼，看到的都是我们在这儿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我总是会陷入到一种情绪当中，这对我的病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儿。我理解。可是，一开始我觉得，这个房子怎么来说，对于小芳以后都是个保证啊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真的不这么认为。我们俩在教育理念上一直都是矛盾的。我觉得其实过早的让小芳享受这么好的物质条件，并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她以后长大了，如果有能力，她可以自己去努力创造一个符合她的生活条件啊。当初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。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俩来说太好高骛远了。我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房子里，我还这么唧唧歪歪的，在别人看来肯定是很矫情。但是我真的，我在这儿有一种窒息感，我喘不上气，我觉得压力很大，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感受。原谅。可是这样，咱们这家是彻底没了。别这么想。今后的路还长着呢，别亮。要说字儿，我会签。你就这么答应欣桐了？字儿还没签。怎么这么突然呢？欣桐会不会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啊？房贷供不上了，跟你又抹不开。不对啊，不对，这个字千万不能签啊！你签了以后，欣桐跟你就彻底的断舍离了。可是人提的那些理由都对呀。再说我也离婚了，也没法说啥呀。而且他现在在康复期，我也没办法逆着他来。
那小芳呢？啊，你说小芳会怎么想啊？哦，大房子住得好好的，说卖就卖了，这么点一孩子，他承受得住吗？我这什么命啊！我这是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好不容易说要过上好日子了，你妈没了。现在我倒是儿孙满堂了，啊！你找着好工作了，娶了个好媳妇儿，我孙子马上也要考高中了，大房子也住上了。可是现在，我好好一个家，怎么日子过成这样了？这啊，我什么忙也忙不上啊！太没本事了，我这也。爸，别这样，小芳没受罪啊，还有我呢，不至于的啊，爸。边总，久等啊！哎，谢谢兄弟，好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你看你喝点什么？都行。啊，服务员，来杯咖啡吧。啊，是这样，前个阶段您给我介绍的那个公司那个职位，其实我很满意，啊，各方面条件我觉得也都很好，只不过我就是家里边出了点状况，给耽误了，啊，所以我就想问一下，那公司现在是？哦，他们着急，已经找到人了。我想也是，这么长时间了。对，说实话，之前其实我也找了不少地方，接触了不少人啊。我觉得，可能您是对我的诉求最清楚、最了解的，对吧？啊，我是想，你看，就类似这样的条件，你看能不能再帮我再找一下？这个边总是这样啊，其实那个职位啊，它不是我的功劳，是廖维志廖总给公司的高层领导打了招呼，这才特意派人过来让我牵线搭桥。哎，你把扔了，满了。你怎么了？这什么状态？你半天也没说两句话，干什么？这么多年我没看你这么颓过。人到中年了，真的是该放弃的放弃了，该离了婚离了，该成全的成全了，是吧？所有该做的都做，到最后就剩一个字儿：错，就是一个错字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从来没觉得是越活越累，越活越累。我给你介绍轻省的工作，哪你干嘛不去啊？你这跟那帮小年轻人，你像是出息。那什么是中年人应该干的事儿？一地鸡毛。你看，但不管怎么样，
我说我谢谢你，真的，这时候你能想着我，真的，废话，我心里边废话，这废话不说，我说的真的废话。哎呀，我就前一阵子我看了一个脱口秀，我真是闲的，你还有功夫看那玩意儿？哎呀，这段时间就看脱口秀啊，心里面不那么堵得慌。他讲了一个，就是中年人的感受。这中年人面对着生活呀，比鬼都可怕。这是一群人去鬼屋玩，然后呢，那鬼屋鬼啊一出来以后，所有年轻人啊下就跑了，然后一个中年人就站在那儿站着，直愣愣就盯着那鬼，干嘛？那鬼看着他，鬼都毛了。说他看着那个鬼的态度，就跟看见自己的生活一样，跑不动，也跑不掉。你琢磨琢磨，你琢磨琢磨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太形象了，跑不动，也跑不了。你今年几岁？40啊？40多了，40，你才40多，那早呢。我今天非得叫你出来啊，就好长时间咱俩没喝酒了啊。今天咱们不说虚的，我给你讲点他们年轻人说叫什么硬核，有点硬核。别觉得残酷，别怪我，好吧？您说，咱们男人啊，尤其是有担当的男人，这辈子注定就没有资格累，没有资格颓废。老婆、孩子、父母，他们对我们不满，有怨气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指望的，在他们心里边啊，我们就属于他们这个男人啊，天生就是完美的，就是无所不能的。哪有完美的人？是吗？是吗？不过这一点点指望，还是挺幸福的，是吧？于是我们就为这幸福不断的拼跑，不断的往前跑。可是往哪个方向跑呢？就是你按着你命运安排的下道往前跑呗，你管它什么道呢？你拼命往前跑。哎呀，再跑错了，你不跑你怎么知道错啊？就人就是这样，你就得往前跑，你往前跑，你才有机会赢，对吧？你要半道不跑了，就那点指望都没了。就是那个歌，咱们天注定，全靠打拼，哎呀呀哎呀，我刚才跟你说哈，我们男人没有资格累，可是我们总有
这一人，发泄一阵阵权利，发泄的终于总可以吧？是不是？好吧。七分靠大饼，几分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哎呀家，哎呀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咱不是说好在地下停车库见的吗？停车库太闷了，喘不上气。我去见了7、8家，他们大部分招聘的对象都是40岁以下的，只有1家还能谈，但专业又不对口。我是真要跟这个社会脱节了。我坐在这儿，看着人来人往，看着所有的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儿、要去的地方，只有我无所事事，也不知道该去哪儿。你也别这么否定自己。你看看这些人啊，在你眼里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，有自己的方向，但是谁知道呢？我跟你说，现在呀，找工作都特别难。你就像余光的公司，一个职位刷20、30个人特别正常。你不着急，咱慢慢来，好不好？你要卖房子的事儿，是真的吗？嗯。边亮能同意？他同意了。欣桐啊，你觉得要换个环境，换换心情，这个我特别能理解。但是卖房子这事儿，咱要不要再想想？那毕竟是一个固定资产，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后路？我还要什么后路啊？行，咱先不想这些事儿了。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呀？我带你去开心开心。走。好嘞，那我就先回公司，把它拿去给赵总签字走流程了啊。少白，帮忙盯紧点啊！赶快走流程，我们着急用这钱呢。您放心，我肯定会盯紧的，而且这事儿也是赵总亲自定的，我觉得应该会很快。好啊，谢谢。好了，我送你。哎，好。终于拿下了。嗯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吧？
反正挺神奇的。本来都以为要走了，结果峰回路转，在图林扎根了。嗨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我觉得你就算不在图林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下家。你能力那么强，对你来说不难。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说我们天天这么拼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这个我也考虑过。其实人生从长线来看是毫无意义的，但是我们之所以当下这么拼，就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那么孤独。哦，对了，我从嫂子那儿搬出来了，我在公司旁边租了个小公寓，等我拾掇好了，我叫你来家里吃饭。怎么亲自下厨啊？当然了，我请你来吃饭，我还能叫外卖啊。你还会做饭？之前没听你说过呀。你也没问过呀。行，哪天去尝尝你厨艺如何？真的？那还能是假的呀？